灵魂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3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当冬天变成夏天，随着时间的推进，在这120天后，我们的12位少年会有哪些新的进展和新的故事呢？《怦然心动20岁冬季篇》返场特辑正式开始。慢点，慢点。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近的右手，最暖的胸口，多不舍得。我是奥利，我是白耀 ，Hello， 开心能够在这里再见到大家。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下一组嘉宾，凯凯和妍妍，欢迎。我左边。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愿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思念的声音变得好神秘？一个人在自己做的灯，陪我的雨停。期待让人越来越沉溺。你看慢了。等不到那谁。故意的吧？这边没看。我也爱上你，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一个人太累，一个人好累。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会让你好想念？雨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只是没有你，我分不清那些差别，只让你好想。我是凯凯，我是妍妍。让我们欢迎下一组新闻和周周。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我最美的相信。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先点燃就只仙女棒代替。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暂时放弃，忘记有幸福的倒影。大家好，我是怦然心动的百灵鸟周周。我是新闻，欢迎下一组是小胡和赵宇。哇，他们好甜啊！他们先人手来的。
鱼呀鱼呀。别放手，别放手。大家好，我是张兆宇。哦。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能不能让你前行？就算世界末日，我也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越看越活不下去，游来游去。下面让我们有请恩星。恩星是真的。恩星99。哦。Show you off, show you off. Tonight I wanna show you off. 哎 what you got? A billion couldn't never bark. Hey, so just forget about the road we on tonight. 啊，风味好足啊 I'm coming for ya, cause oh, I need. 好了，我是恩恩，我是小新，让我们有请下一对齐宣 CP， 温柔的神。好甜呀！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奶茶，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我是小轩，我是七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关注我们怦然。好的，欢迎各位嘉宾们回到我们的《怦然心动20岁》返场特辑。接下来呢，你们将两两登台，介绍你们眼中的彼此，并且回应你们线下相处的近况，以及完成一些粉丝们提出的大冒险。那第一对邀请的就是我们的奥利和白曜。哦，不是第一对。大家好，站在我右边的这一位叫做孙浩辰 ，A.K.A 白千禧王子，配药召唤师，晚自习课代表，今天是采药。今天是采药这什么东西啊？要我用3个词来形容他的话，我觉得会是真诚、体贴和魔丸。对，跟白曜老师的这个人格魅力是否有目共睹？完全有，有，非常有。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奥利猪。那天这个女孩就用这种方式进入了这个冬天。在我的印象里呢，奥利老师虽然看起来表面上非常的外向，但是他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的人。他会在别人沉默的时候给大家递过去一句话，然后也会在自己不开心的时候选择先把微笑给别人。奥利老师生活中还是一个
很有仪式感的人，喜欢鲜花和小蛋糕。你怎么知道？人尽皆知嘛。对啊，对啊。在我的眼里呢，奥利老师就是一个一直在发着光的人。我觉得奥利老师值得被更多人看到和喜欢。你也是，好吧？好，谢谢，谢谢大家。那我们要开始爆料了。好的，准备好了吗？准备。可以没有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如果没有离开旅行的话，那一天你们会给对方留言吗？我会。我也会。你们两个离开节目之后，线下有没有发展？这刺激。就是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其实也有在尝试去接触，然后沟通相处。但是因为一直都是线上的聊天嘛，小姐姐和这位哥也不太适合网恋，所以呢，然后就是都觉得可能相处的模式啊什么的，还是更像是好朋友一些。而且我们觉得朋友会比其他的关系更加长久，然后也觉得对方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人。我们现在就是好战友，很多网友说，怦然有点不适合你们俩，你们俩更适合去心动的信号。你们怎么看？你怎么看？他们有找过我。那为什么没去？因为我就是看过往季的咱们的节目，然后我会每次都看哭，就是我真的有感受到，非常青春的感觉，凑齐了一群人，然后我们未来也会成为特别特别好的一群朋友，然后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对。其实我跟怦然的缘分很早很早很早就开始了，就好像是一个之前就认识的老朋友一样，所以来赴这场约，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说得好。好，接下去不许比我们这个更亲，好吗？加油！回家了，回家了。我们吗？好的，那我们就先欢迎凯凯和妍妍吧。加油呀！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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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这位是妍，然后他在我眼里呢是一个既成熟又幼稚的一个人。虽然他没谈过恋爱，但是我觉得他对于感情方面他有自己的目标和想法。他很喜欢浪漫，他喜欢很小的一些仪式感。他冷酷，他女王，虽然他有180的身高，但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一面。以后如果大家见到妍，记得多夸夸他，他会很开心的。妍全肯定，妍全肯定。哎呀，我要听哭了，有点要落泪。你今天有夸吗？没有，没有。我夸了1天，他又说没有。现在请夸今天的妍，开始。今天很漂亮，今天很漂亮。谢谢。Hello， 李佳凯。虽然之前节目上老是对你特别的严肃，所以今天我会想多夸夸你。你是一个素颜比化妆好看的帅哥。可能我审美不太一样吧。姐妹，你上头了。其实你跟我性格真的很像，我们都有倔强的一面。在喜欢上你以后，我真的有发现了你的更多优点。什么？在喜欢上你后，我有看到你更多优点。在喜欢上你后，我有看到你更多优点。
所以今天我要继续夸一夸你，让我想一想，第一个优点是什么？先从外形上来说，你的面部平整度非常高，鼻子比我挺，面部流畅度也很高，然后皮肤也很白。然后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听劝的人，就是说你穿黑白灰好看，你就真的有在努力的研究穿搭。然后你每次跟我出来见面也都非常的会打扮自己，很认真。有点小性感，有点性感，有点。然后你也会很耐心的陪我玩，即使有些时候很累了，你也会送我到机场。不是，原来你知道这些啊！我老天呀！虽然我之前总是盯着你的缺点不放，但我线下真的有看到你的更多优点。很高兴认识你，李佳凯。很高兴认识你，郑尚元。好的，谢谢你们的互相介绍。你们的许愿池中也有很多粉丝提出了大冒险，现在征求你们的意愿，是否要进行该环节？可以啊，可以啊。好，那我们选择了3个可能在你们现在关系尺度内的大冒险。第一个大冒险是你们的粉丝希望你们一起合跳一支舞，弥补这一季舞会错过的遗憾。可以换我邀请他吗？可以啊，那请凯凯转过去吧。哦。单手吧，单手吧。你先。跟我转圈，我转圈，这对吗？手真的。第2个大冒险是希望妍妍能复刻女王3连问，现在直面李佳凯，当面问他3个问题。现在说不出那么狠的话了。今天天气怎么样？天气挺好的，有点冷，那今天心情怎么样？心情还不错，跌宕起伏。怎么又是这句话？那明天心情会怎么样呢？应该也会很好吧。最后一个大冒险，看你们对视15秒。就是那句话是什么？下次可以什么真诚的看着眼睛说什么是吧？到了吧？好的，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爆料时间了。我以为结束了，以为结束了。来，爆料时间，第一个爆料是。听说你们2个人的感情本来是很顺利的，结果转折点是节目结束后的一次饭局。饭局后变成我追他了，饭局后变成我追他了。哇！唉，其实那次饭局我也变得非常非常理性，跟他去聊，但是感觉聊的并不是很顺利。然后
3月3号那天，你跟我说做回100%朋友以后，我有点后悔了，所以我有主动去上海找过你3、4次。哇！后面的故事后面会说。第二个爆料是，妍妍私底下给我发过几次在 KTV 流泪唱歌的语音，说她有点想回到节目里再来一次。你不说我从来不知道。其实每周2、每周3播出时候我都很紧张，然后我每周2、每周3基本都会去 KTV 唱歌，去缓解一下我的情绪。就是感觉可能有些时候会有点后悔吧，后悔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做。就是情绪很复杂，其实我也跟严凯 P 们一样，就是爱仰卧起坐，爱左脑互搏，所以我会通过这个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Yes， 然后其实线下本人也有变得更加的感性。好的，那我们欢迎第3组周周新闻。今天大家都很累了，我给大家带了豪氏的藜麦吐司面包作为晚上的补给。哇！这个是专门给你的爱心牌面包。哇，七月你怎么这么好？因为你下午不是说你想吃吐司吗？好香啊！七月你怎么这么好？好吃好吃，这玩意儿太好吃了。看给孩子饿的。那我回头也给你做一个爱心面包。加油，周周。好的。报告各位老师，现在站在我旁边的是张新文同学，他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他会跟我打4、5个小时的电话，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安全感的人。我之前会对感情会比较的负面，或者是不相信，但是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会慢慢消解掉这些负面的东西。但是张新文他也是个很毒舌和幼稚的人，他每次都会用他开玩笑的方式来惹恼我，然后在我生气的时候又说：“我错了，我错了，能不能原谅我？”哇！但是就算和他生气，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张新文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我想说，看你说，张新文，你真的很好，不要怀疑这一点。哦，原来是可以带手机的。她是周周，是一个笑起来特别甜、特别可爱的小女孩。她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女生，即使我们隔着7600多公里见不到彼此，她也会对我讲说：“那我们就在手机上一起看电视吧。”她是一个接我电话很准时的人，虽然有时候会说在跟恩恩和妍妍打电话，所以我有点嫉妒他们2个，但是大部分时间她还是很准时的。抱歉啊，新闻。她还是一个有点健忘的人，健忘到每次我开玩笑惹恼她了之后，过几天又可以很快重新开始聊天。总之呢，这个特别可爱、特别勇敢、时而坚强、时而脆弱的小女孩，希望你能一直相信你自己。好的。好的，接下来是爆料时间。你们线下的相处过程中有心动过吗？有。妈耶！是我去广州找了他。当时听说你们甚至有过想要直接确认恋爱关系的冲动，对吗？啊？我觉得是2个人都有过吧。那怎么？我觉得就是看到他有安排很多，就是想让我在广州玩得很开心，因为我只能待2天，然后他就想把那2天安排得很完整，就想带我多逛逛每个要去的景点，所以就觉得很好。
就是我最心动的一个点，可能是当时我们两个在一个马路边上等红绿灯的时候，有一个路人在推一个老爷爷，就有点发生争执那种。然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要过去制止他，然后帮助那个老爷爷。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点会比较戳我，对，因为他真的还蛮善良的，听说那个周周经常和恩恩和妍妍聊你的心事，现在想把话筒给到你们两个，你们俩可以随便说一个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少女心事吧。我要说一句，这个周周和妍妍他们俩真正的少女心事全都瞒着我，今天才知道什么我喜欢他什么，我今天才知道，之前没有同时同步给我，对吧？基本同时了吧？我也要说一个，我们每次问恩恩，我说恩恩有时间吗？打电话，恩恩说不行，我要陪小新，他已经等我很久啦。我的天哪！我有一次跟小新说话，他说我要叫恩恩起床。原来都赖我，原来你们的少女心事全赖我。最后一个其实不是问题啊，有一次我在跟周周一起去参加一个线下活动的时候，然后周周提了一嘴说，我好像是所有女生里面唯一一个没有穿过礼服的人。然后我想说，就是我们不想让别的女孩有的东西你没有。真的吗？所以我们。哇！所以虽然我们今年的预算很紧张，我们还是为你准备了一件礼服，然后我们可以去换一下，然后希望你穿着美美的衣服再回到台上来。谢谢你啊！快去换上，走。新闻在节目上穿过西装吗？新闻也没在节目上穿过西装，这什么意思啊？不行，我要给我的新闻准备西装。明成哥，我的西装呢？明成哥。好的，接下来的一组就是我们的赵瑜和我们的小胡啦。简大王加油！加油！大家好，她叫张兆瑜，是我的女朋友。她叫张兆瑜，是我的女朋友。众所周知，她很美，然后很温柔，也很有才华。但是我有更深入的点想跟大家分享。首先，她能经营好自己的生活，早睡早起，然后每天都非常健康。然后，她看电影只看可爱的动画片，因为她太容易共情，看到任何一点就是有遗憾的情节，她都会哭得很凶。第三个是他喜欢晴天，他和他的生活就像晴天，即便有乌云也会透出来光。他能感受到很多细微的美好，就像只要有光线照射，空气中的尘埃也能闪闪发光。我就是那个尘埃。我的天哪！然后。写手了。他觉得我像洋葱，而我觉得他像宝石，是因为它虽然光彩夺目，但是仍然保留了石头的朴素与坚韧。最后，她叫张兆瑜，是我的女朋友。她叫张兆瑜，是我的女朋友。我的妈！难怪你刚刚说我要输了。下面由我来给这位胡一阳同学进行自我介绍。他是胡一阳，是我的男朋友。他是胡一阳，
是我的男朋友。然后本人呢，因为跟胡一阳了解颇深，所以说我拿到了一本专属于我的胡一阳使用说明书。我们现在来从头到脚的来观看一下这位胡一阳同学。先看这个头，他的头发呢毛茸茸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经常很喜欢摸他的头，私下里都会这样抓他。然后我们来看他的脸，他的脸长得非常的标准，是完全击中了我的审美点的。这我非常喜欢他的长相，以及他总是有时候会担心自己长得不好看，但是实际上在我的眼里他是特别好看、特别帅，不是特别，他是我眼里最帅的人。然后我再看这双眼睛，哇！你只要盯着他的脸看，你就会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特别是看他的眼睛。当他生气的时候，你盯着眼睛，可能就知道哦，这个人在闹脾气。再看他的四肢，他的手让我很欣赏的一点是很爱干净，以及他的手真的很大。我们俩第一次牵手的时候，他能整个把我的手包裹住。所以说，这是我目前眼中的胡一阳。磕到了，磕对了。好的，那来准备你们的大冒险吧。那既然这样，你们应该什么都是可以的，对吧？注意一点尺度。请一阳对着赵瑜边哼唧边叫姐姐。天哪！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懂哼唧到底是。就是有一些时候，我们两个人走在路上，他就开始然后开始自说自话，或者是在那里唱歌，然后或者是抱着我的时候在那里抱着，演示一下，那就来复刻一下抱着叫姐姐的场面吧。想看。主帧观察。姐姐，不也不让停哎。好的，第二个大冒险是网友想看你们复刻一组由他们选出来的照片，来吧，第一张，3、2、1，第二张，3、2、1。我的妈！最后一个大冒险，想看于洋接吻。哇！天！拍到了吗？是不是没拍到？没拍到。开玩笑的。接下来是爆料时间啊！赵瑜就是看到了易阳发的《水晶球约会日记》的那篇少男日记之后，给我发送了“夯牛胡一阳真男人”3条信息。请问当时是什么心情？当时首先是震撼到了，我说这个男的怎么回事啊？他咋了？就更加强烈的感受到了他的直白，然后他对我的维护，他面对舆论愿意直接站出来为我发声，或者是更加能够清楚的承认自己的心意，然后为了我做出来这么多东西，我真的很感动。那你给我发完这几条之后，你给胡一阳发了哪3个字呢？我发了我发了我爱你，我发了我爱你。
据我所知，赵瑜对易阳的备注有一个很长的进化史，请赵瑜简述一下你的心路历程。当时呢，喜欢他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怎么看，正面看萌，下面看萌，背面看萌，上面看萌，所以说就给他备注了一个萌物。第二个，前期一直都是我们两个当时在磨合的时候没有找到最适合我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我总是会嫌他话太少了，所以说给他备注的是闷葫芦。第三个是可以给此人一点好脸色，是因为我们当时出现了问题，但是他后面的时候给我发长文，积极的解决了这件事情，我有感觉到他其实是有在正面的去做一些他能够力所能及并且能做得很好的事，所以说我给他改回从一个不太好的备注改成可以给此人一点好脸色。然后后面的时候我又觉得说我们两个人后面关系更加升温了以后，可能是最近太爱了，然后一个爱情。两个人屡次提到对方恋爱后反差很大，请问具体反差在哪里？赵瑜其实他就是线下跟线上不一样，或者说只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是那么活泼，然后他可能比较小女生一点，然后比较黏糊一点，对。那赵瑜呢？我觉得胡杨最大的反差可能就是，其实在我眼里的他真是超级活泼，超级黏人。那你们两个人私底下谁更黏人？我们两个前段时间才分开，分开以后他就开始疯狂的想你，都要掉到台下去。小胡，如果你觉得赵瑜更黏人的话，你要反击吗？我更好的，最后一个爆料，听说两人的父母都很爱看节目。小胡的爸爸朋友圈还发了冰湖重生的 AI 海报。再采访一下双方的父母，最喜欢节目里的哪位男生和女生？反正我爸妈最喜欢的是赵瑜。对不住了，胡一阳。我妈妈属于是间歇性喜欢胡一阳，大部分时候认可白曜的。哇，这。然后女生的话，她每一个女生她都特别喜欢。她其实对奥利的评价特别高。她无数次的告诉我说你应该向奥利学习。你看奥利那么聪明、美丽、大方，然后怎么样，叽里呱啦的给奥利夸得天花乱坠。我说妈，你说的对。咱妈说的可以更好，这赵瑜比我更好。好的，那欢送你们回去吧。接下来我们邀请恩恩和小新。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新，然后现在也是恩恩的男朋友，然后关于一些小癖好，我有什么小癖好呢？我的小癖好就是恋人癖。这是我帮他想的。然后呢，还有我有什么习惯？我的习惯就是黏着恩恩，这也是你想。好，然后现在是作为恩恩的视角，然后来想一下小新都有什么性格特点。就是在我第一次见到小新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好像很大大咧咧，然后不会有什么心事的男孩。但是我真的接触他这么久之后，我发现他真的是内心很细腻并且很感性的一个男孩。而且我觉得他是内核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能够经常的说共情到一些很细节的点吧，我觉得，所以他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OK， 那我是恩恩，然后我没有自己说的那么的内耗，然后我也没有自己说的那么的怂，我不是姚晓松，我也很面对自己很确定、很坚定的事情的时候，我也可以做得非常的勇敢，然后我也不是那么的理性。有的时候就像现在一样，也会被一些事情戳中泪点，然后变得很感性。然后我也不是那么的大大咧咧，也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小女孩。然后我也不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那因为我有讲过，其实自己是一个很独立的
很独立的人，就算投入到一段感情里的话，也不会去黏着对方，也不会把对方考虑到自己未来的规划里。但是现在好像一切都在发生一些转变，好像就是小新慢慢的进入到了他的人生的规划里，所以这点小新非常感动。人老了就是容易感性。这个介绍的结尾是一个韩语。저는看小新贵여자친구예요。大家骂啥呢？大家又听不懂。小新是恩恩的男朋友吧？翻译就是我是恩恩，然后现在是小新的女朋友。和一个对，맞습니다。对，是的，是的。真 CP 就没在怕的啊。然后下面不是，我是觉得这些人说的还不如我直接自己做呢。开玩笑。我走。开玩笑，开玩笑。我先说第一个比较简单啊，是网友想看的，希望你们比身高。小新的下巴到底在不在恩的头顶呢？在吧。在哦。在啊。哇。正好。严丝合缝。第二个，再来一次身高差大拥抱，来吧。好啦，最后一个难度升级啦，需要小新完成亲酒窝挑战。他现在都笑成这样了。酒窝是什么部位啊？也可以不清楚，也可以亲嘴。不是酒窝是到底是哪？这里，这里。OK。来吧。那下面就到爆料时间了。据我所知，新妈和恩爸也都在追节目，而且很磕恩星，并且小新的家里人好像潜伏在各个 CP 群里啊。哇！其实是我一下节目谈完恋爱，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我谈恋爱了。然后我爸说谁呀？然后我就给我爸看了他的一张照片，当然不是你的帅照，是当时一张紫色的滑雪服，然后在睡觉，然后我们所有人围着他这样的一张照片。给我爸看这张照片，我爸说这小伙子好呀，这小伙子面相好，感觉性格也好。我爸对你还挺满意的。谢谢叔叔，谢谢，很开心。然后我家里人也是，我一下节目我就跟他们说我谈。其实我旅程过程中就会给他们分享一些这个照片，然后他们就挺喜欢恩恩的。家里人还会经常关注恩恩的直播，可能看的比我都多，而且他们他们很喜欢恩恩，是不是以我的父母的视角去喜欢，而是以恩恩的粉丝的视角去喜欢，就是他们会把我还是他们儿子这件事情完全已经抛之脑后了，就他们说，哎呀，能不能让我带着他们去见一下恩恩，然后但是他们会完全忽略掉，就是这是一个见家长的行为，他们就只会觉得就是啊，我有这个人脉，就是我能带他们见到恩恩，然后他们还想要签名，想要合影什么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第二个问题啊，我这边得知两个人在节目下吵得最严重的一次，恩恩好像是连续快1周吧，完全没有理小新，然后当时是什么情况？最后小新你又是怎么把恩恩哄好的呢？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还在磨合的阶段，我们并就是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不太知道如何去处理吧。就像我是比较着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的，但可能就是恩会觉得他需要自己先冷静一下，把一些问题想清楚，就是他不希望自己在有情绪的时候和我沟通容易就是伤害到我。我当时不太清楚，就是他是想自己先思考的，我以为他就是不想理我，然后我还找了各位导演们求助，因为我真的以为就是他就是想要准备提了，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如果他真的就是想提的话，就不用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节目在播的原因，然后不敢去提吧。真提了你又不高兴，就是希望他真的就是性感了男孩。就是当时就是想的，如果他真的跟我谈的不是很开心的话，就还是就是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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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说我当时的想法吧，其实我因为跟小新谈这个恋爱，真的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段恋爱，但我觉得很庆幸，也很幸运的是，这个人是小新，他没有选择说因为我的退缩，他就是也退缩或者怎么样，他选择的是那种就是引导我去解决问题吧。他就说你可以有情绪，或者你也可以就是有什么想法，但是你一定要跟我讲。我觉得这一点是他在教我怎么样去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也很谢谢小新能够说包容我在这段时间辛苦了。没有包容。下一个问题想提问恩恩啊，你们因为长时间处于异国恋的状态嘛，听说有一次你跟小新煲电话粥，时间长达7个小时以上，然后且是小新一晚上没有睡，煲电话粥，当时发生了什么？当时是因为我就是做了一个噩梦，醒了之后不敢睡觉了。我当时第一时间就给小新打电话说，我做噩梦，我没有办法睡着怎么办？然后他就说，那我就陪着你呗。然后我以为他会，比如说我睡着了，比如30分钟他就挂掉什么，但是只要我醒来，他都一直没有挂电话，一直在陪我。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让人蛮感动、触动。我只是觉得一般打电话就是还是习惯，就是希望他来挂，就是我不是很喜欢挂电话这个事情。下一个问题还是对恩恩说的啊，你每次都会偷偷找 Freddy 要小新很多私下剧照的原图，每一张都会夸好帅好喜欢，是发自内心的真的觉得小新很帅，所以要进行收藏是吗？我就是觉得，他不觉得舞会那天真的很帅吗？真的很帅啊！然后我把他舞会的那张照片偷偷设为屏保，但怕被别人发现，就是只敢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设为屏保，点来看一下那种。我都不知道啊。给小新看一眼，给小新看一眼。让我爽一下，让我爽一下。确实帅。想象跟这样一个人聊天，瞬间就没有什么那个气可以生了。好的，那谢谢恩恩，谢谢小新，我们欢迎我们最后一对7月和小轩。那我先开始。对对。那这是7月，然后呢，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睡觉啊，他真的很爱睡觉，然后还有喝奶茶。对，每天都可以喝3杯，比你还厉害。然后同时他做事都很有自己的态度，对自己喜欢的人或者喜欢他的人，他都会想展示最好的一面。然后7月跟我不太一样，他是一个会期盼未来的人，对，然后也会鼓舞身边的人，包括我。7月是一个闪闪发光、大方开朗的人，但其实他也有一颗温柔细腻的心，就是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他都会以好的、乐观的方式去看待，然后为了自己和其他人开心。对，但是7月你本来就是最美好的事情啊！哇！对。那好了，我的结束了。我就以第一人称来说，大家好，我叫潘伟轩，我是一个刚准备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我刚刚结课。然后我看似可能有一点 I， 但是其实熟悉了以后会比艺人还要 E， 甚至比艺人还要聒噪、吵闹、调皮的臭屁大男孩。我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我也很爱她。那先说到这边。那我们先来一个就是尺度非常非常小的，网友希望你们可以合拍，然后就是7月戳脸，小轩在7月的头上比耳朵。哇，这个尺度好简单哦。网友们想看7月复刻拉着小轩领口对视的场面。我想被你看近一点。你们不亲吗？这不亲吗？这怎么忍住的？感觉待会还会有那个。然后网友想看7月跟小轩拥抱对视20秒。没有计时，没有计时。
不见。哒哒哒哒哒。别忍了。好香，我脸呛呛了。广告之后精彩继续。好了，那最后网友希望你们可以复刻《First Love》里面那个经典一吻。我的父母稳稳的幸福。我要开始进行爆料了。据我所知，节目第1期的下半集，小轩至今都没有看过。因为你会看了会吃醋吗？我就不太想看，对，没有必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哎，你切片没有刷到吗？刷到了，那就没有办法了。他微博发当时那个心情的时候，本来还有小心机，结果没人关注他那条。他说成都的夜有点刺骨。我还要继续爆料，就是有一次7月直播的时候，其实小轩的家人都来了，并且那个榜1、榜2、榜3分别是小轩的妈妈和妹妹，还有他自己。哇，对，就他们就是我妈妈就会问我，就是说7月什么时候开直播，然后他就一直就是手机就会放在那边，对，还用2台手机一起看，对，可能就他觉得就是可以就更多人看啊这样子，对。有一次给你们俩打电话，小轩不是我认识的小轩了，他在电话里一直啦啦啦啦啦。小轩还会戳。小轩有2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就是现在那样呆滞的，有点像 QQ 企鹅。然后看到7月以后，他就变成了那种混蛋小孩，那种偷玩，戳，你坏。你对我坏，你对我坏。都不记得了，感觉怎么？怎么样的？喵。不。小轩跟7月彼此都互相见过家长了。对，就有见过。对，都有见过。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跟他吵架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在打视频，然后金宝就咬了他一下，就感觉跟我心灵互通了。他说金宝从来没有这样过，然后感觉突然发疯了。那你们彼此就是见完家长之后，就家长对对方的评价都还不错吧？都全肯定了。很好，很好。觉得小轩很有自己的主见，然后因为我之前都没有正式的让男朋友见过家长，这是第一次，然后也是心里其实对他有肯定，所以才说想着说见一下。谢谢你们。好，那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了。然后呢，也是本季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就是我们会给你们每个人一段时间，和这趟旅程以及这趟旅程里面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人去做一个告别。那第一个我们有请的人呢，就是我们已经换装完成的周周，有请周周。哇，好美，好漂亮。哇，好美。哇，好适合，好漂亮，真的很美。我感觉现在有点像做梦一样，就是没有想到还有这一次机会能够补上穿上这次礼服，所以我想邀请和我一样没有参加过舞会的张馨雯，你愿意吗？好呀，这是我的西装，我没有西装可能。哎呀，转个圈。转一圈。哇！
谢谢你，不客气。谢谢你上来，应该的。我是张轩。谢谢。哇，好美！拜拜。大家好，我是周周。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不敢对太多事情抱有期待的人，因为我总会害怕，如果期待太高的话，那个落差我是否能够承受得住。所以当胡姐、戴老师跟我说，周周，我们现在想跟你确认，你是否愿意以一个真诚的态度来参与这趟旅程的时候，我当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所以我就告诉自己，你一定要以最真实、最真挚的态度去对待这场旅行。但是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也对自己产生了很多困惑。我自以为是的真实和直率，是否对别人造成了一些困扰？没有，你是最好的。我记得有一天，我妈妈她在短视频上面刷到一个关于我负面舆论的视频，她就跟我说：“你怎么会对别人进行这样的一个评价？”我尝试着从我的感受把那个视频给她解释清楚了，但是我就有在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我选择加入大家的这个决定真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加油，从来没有过。但是就像刚刚一样，总有一群人告诉我，其实你真的很好，很好，很好。所以我又想，如果一开始拒绝大家，我就不会认识你们。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这段经历，它能够让我抽离出来，从第三视角更加全面和真实的了解到了我是谁，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也谢谢所有伙伴们当时对我留下那些很温暖的文字，谢谢。但其实最幸运的还是遇到了张新文。谢谢你公开用那些温暖的文字拖住我。谢谢你在我遭受了那么多负面的舆论的时候，你跟我说你需要我吗？我可以现在给你打电话。谢谢我自己都开始讨厌自己的时候，你能够蹲下来抱抱我，摸摸我的头。其实我和张新文节目上相处的时间很短，所以我们只能够依靠线上来进行相处。我们聊到3、4点都舍不得睡觉，我们也会，不要。没有你不要拿纸巾，我没有哭，不要，谢谢。其实他去澳洲之前，他就线下来广州找过一次我。那2天相处完那个晚上，我就觉得糟糕了，我真的很喜欢他，我真的很想跟他表白。没有想到之后跟你聊天的时候，你说你有这种想法，所以我当时就好开心，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在自作多情。但是我也选择用
理性去压制住了这份想要表白的冲动。在远距离和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我们也发生了很多的摩擦和争吵。我记得最严重的是，当时在准备考研复试的时候，我们两个开始了冷战。那个时间段开始，我觉得我好像按下了暂停键。我的心动的程度和对未来的期望，好像也停在了那一刻。所以，如果我为我们这段感情进行一个定义，我仍然会说我们是没有确定过恋爱关系的O1。但是如果把它放到我未来的一生中去，我想在我提起我谈过的恋爱中，我会说起我们这一段。我不知道现在的我你还喜欢吗？我也不知道我的逃避会让你伤心吗？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所以我的结尾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就这样。有一些话想单独对周周讲。在旅行快结束的时候，我问你要过一个身份，你还记得你给我的身份是什么吗？怦然心动的张新文同学。对。旅行结束到现在的这100多天里，我们彼此的身份好像变化过很多。我们是可以煲电话粥超过4、5个小时的网友，一起看过很多次电视的剧友。当然，我有时候还是说错话会惹你生气的那个低情商友。但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一直很想当那个可以让你开心的小太阳。私下里我们也有探讨很多恋爱里的3观的东西，也许2个都会想很多的人在一起，就会出现我们这种情况，很拧巴。但是现在我想要往前迈一下试试，所以我想问你，你之前给我的身份可以再续约1个月吗？如果你愿意的话，续约的这1个月，希望我们都可以不去纠结未来会怎么样，好好的专注对彼此的感受。然后，哇，我有一个续约合约，我的妈呀！请看。别。那恭喜你解锁了续约的奖励。啥？哇塞！恭喜你解锁了2张在上海迪士尼的门票。哇！好开心！抱一个，抱一个。哇！干嘛？还要纸？我会在上面面住了。我也是。有点泪流成河了，容易哭了。老泪纵横了已经。好的，那就下一对就我们的妍妍和凯凯吧。哇，这么多！哇！我其实就是分享一下我们2个的故事吧。从教室初见的局促到赛里木湖的鲜花，故事就这样猝不及防的开始了。5次跨城见面，4座城市，1次短途自驾，我们花了大把的时间在彼此的身边。在成都，他带我去见大家初见的地方，吃了他最喜欢的 KTV 火锅。2个人通过点歌来互相交流，
想想还真的很有感触。在上海某个普通的夜晚，边吃边玩桌游，赢了他都会得意的挑眉，输了就撅嘴说让让你了，尽兴的玩到凌晨。后来我们还开车去了无锡，带他看看我上学的城市，看圆通渚的樱花，花瓣像雪一样落在我们肩上。他站在树下仰起头，我们给互相拍了照片。那时的我觉得，要是能不考虑那么多就好。居然有这么多故事。在杭州，我记忆里最放松的一次，没有赶路，没有行程，只是吃完饭沿着路慢慢走。晚风很轻，灯光很柔，边走边聊聊最近在干什么。那一晚好像不用考虑任何事。吃过无数顿饭，无数次深夜聊到2、3点的 deep talk， 从家庭聊到对爱情的看法，从第一次心动的记忆到对未来自己的规划与想象。我们把心里藏着的平时不会说的脆弱都摊在彼此面前。他带我闯进了一个我生活之外的世界，也是他教会了我很多，要在和对方相处的时候真诚地看着眼睛，怎么给予约会仪式感，要大方方地表达，要在出现矛盾后不去逃避，学会坐下认真地说我的感受是什么。可是走出节目里那个像气泡一样又美好又脆弱的乌托邦，我竟然发现心动和喜欢好像撑不起一段长久的恋爱。我们认真聊过很多次，在深夜的电话里，在并肩的路上，在车的主副驾，聊未来的学业，聊未来的规划，聊生活节奏，聊亲密关系的期待，还聊处理矛盾的方式。每聊一次，不确定就多了一份，模糊还是清晰，一切都不太确定，像在迷雾中，看不清路。我慢慢的逐渐失去了那种只要喜欢就能克服一切的信心。一开始我凭借一腔热情往前冲，觉得只要足够认真，足够勇往直前，总能找到办法。可后来渐渐意识到，我那种先稳定自己，再慢慢磨合的节奏，和他对初恋的憧憬和期待，步调里可能藏着现实的错位。我们都在认真的对待这段关系，也在努力的靠近对方。可越靠近，我渐渐发现彼此想要的东西和我能给出的东西不太一样。他抱着对恋爱最纯粹、最不掺杂质的美好期待，他值得一段没有那么多纠结的感情。而我自己呢，或许以我现在的样子，可能还不够成熟，我没法稳稳地接住他每一次的情绪波动，也没法对一个充满变数的未来做一个承诺。我不想带着自己还没理顺的一地鸡毛闯入他的初恋，消耗掉这份难得的真诚，更不想仓促决定我们的关系，消耗我们之间那些珍贵的默契和温柔。我和他也试过能尝试的相处方式，试着拉长见面的间隔，看冷静下来会是什么样，结果却是又更犹豫。试着减少聊天的频率，给彼此多一些空间，反而更加尴尬。试着吵架后立即和好，但有些话说出口总会在心里留下痕迹。试着包容那些不一样的习惯，但有些差异不是包容就能消失。换不同的人主动，可总是对不上热情。每试一次都逐渐感觉有些差异，不是不够喜欢，而是时候未到。可能我还没长成那个足够成熟，能完全接住对方的人。于是我决定就停在这里。那天分开后，我回到家想了很久，很安静的觉得，就这么停下了。我觉得不后悔相遇，也不遗憾这个结局。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在一起的这个名分，而是我在他身上学到的东西，一起成长的痕迹，还有彼此认真对待过的心意。未来我想换一种身份，以更轻松的朋友的方式，继续出现在对方的生活里，不再前冲，也不再纠结。当然这次旅程呢，我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吧。
我准备了一束花，是我昨天挑了很久很久，然后也是我自己去很认真对待的一束花。因为当时最后一期赛里木湖边上，我给你了一束洁白的鲜花，它里面有白色，是那束花最开始的白色，上面我加了粉色的色彩，是你最喜欢的颜色，中间有一些蓝色的小花，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它也代表在那个冬天蓝天那个蓝色的赛里木湖，代表我们那段时间特别珍贵美好的记忆。我送这束花的想法是给我们这段关系做一个纪念的意义。哦，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这是我自己画的一个咖啡杯。我们当时去无锡，在那天玩得很开心，我觉得可以当做一个我的留念吧。好，谢谢你。泡一个。Hello， 李佳凯，用《小幸运》这首歌来打开我们的故事，再合适不过了。我之前是一个听歌不怎么看歌词的人，我也看不太懂，所以我一直以来为这首歌是表达幸福和甜蜜的，像它的名字一样。但不知这首歌是不是为我们的结局埋下了伏笔？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确实，在参加节目前，我从来没有过心动的瞬间，我甚至不知道心动是什么感觉。所以在这趟旅行里，我一直都说，我怎么感觉我俩的相处模式这么诡异？1月25号，电台那天晚上，大作老师问我，诡异有没有可能代表心动呢？我下意识就否认了。尽管戴老师希望我更诚实的表达内心，但每次和你说话都会忍不住伪装起来，让你感受不到我对你的好感。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节目结束后，你居然真的越来越贴近我的理想型。发现你小子确实长得挺帅的，头身比也挺好。3月3日在上海，你跟我说，我们作为100%朋友可能更自在些。我当下第一反应是非常生气，因为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彼此靠近的，然后变得懊恼。明明我都把要如何追到张远这个通关秘籍已经告诉你了，你怎么连标准答案抄都抄不来呢？但后面我慢慢发现，其实是我在感情里比较拧巴。所以从那天起，我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想要挽回这段感情。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真正同频的人，但没关系，我可以偷偷调频。我以前从来没有1个月跑那么多次江浙沪，可能还是嘴硬吧，嘴上说的是来工作，实际上待3、4天，只工作半天吧。其他时候都想和你见面，从来也没觉得自己那么高能量过。3月20日，第一次以朋友的身份见面，有点不习惯，也有点不甘心。如果能做恋人关系，谁还想停留在朋友阶段呢？4月3号到4月6日，我又来上海找你了。你开车带我去你的大学，跟我分享你的生活。我觉得我们之间关系有在慢慢变好。当然，我也邀请你去3亚陪我一起过生日。可能你觉得关系还没有到那一步吧，所以拒绝我，但没关系。其实我也一直是一个很要浪漫的小女孩，我有幻想过跟你一起在海边看日落，并不像你之前说的那样，我对浪漫过敏。结霜玻璃上你画的爱情就是爱情，不是屁股。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4月17日过完生日，我又来上海找你了。上次你好像很喜欢玩桌游，所以这次我陪你玩了一晚上。
4月18日你说你身体不太舒服，没有出来找我玩。4月19日我们玩了一天，你又跟我说希望我们做回100%朋友。难道是因为我跟你相处的越多，越暴露了我小孩性格那一面吗？这是我第一次这么主动追一个人，第一次勇敢的直面自己的感情，结果又2次碰壁。此刻5月8日，我想说，我觉得这段感情里没有谁对谁错，我们只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喜欢上彼此。你喜欢上的是节目里还没有卸下防备，喜欢扮成熟的我，我喜欢是线下不再装幼稚的你。但还是要感谢你的出现吧，缓缓打开了我的情感大门。遇见你之后，我好像感知幸福能力都变高了。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我也开始去学着接受我自己和你的不完美，也看到了你的更多闪光点。今天我特意穿了个白色裙子，因为故事的开头我们未来描述的是白色。都说事不过3吗？你已经说了2次要跟我做回100%朋友了，我最后还想再问一次，你现在会给我们的故事画上一个逗号还是句号呢？其实这3个月，我就是其实这3个月，我一直跟自己说，再试试呢，再试试呢。你本来就是闪闪发光，有头有脸。我们依然是可以在彼此领域闪闪发光。还是我心里说的，我觉得我们就停在这吧。这段成长的痕迹是我们20岁中最宝贵的东西，我们会是很好的朋友。抱一口。不论如何，我还是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这应该也是最后一次送给你了。我也觉得我之前对你太严肃。我去拿，等一下。这个是你最喜欢的紫色，有蓝色有紫色，都是你喜欢的颜色。然后上面有很多我们的回忆的照片，等一下我先整理一下，有点乱了。这次是3月3号那次世界大战，也是转折的开始。一起吃漂亮的饭，你陪我提前过生日，然后你带我去无锡。这张纯爱豆，这一天真的长得特别帅。一起玩桌游，
然后这次是车上 deep talk 那次，你跟我说做回100%朋友。冥冥之中，我就觉得可能上天也在阻碍我们吧。其实每次我去见你，我是一个之前从来飞机都不太容易延误的人，每次见你都延误2-3个小时，有一次还特别的颠簸，可能上天也在给我暗示我们并不是那么合适吧。最后。希望你能早日找到那个能陪你滑遍世界所有雪场的女孩。我们以后还是很好朋友。没关系，人和人有过一些瞬间就够了。能不能以后让我们泪点低的先上？真是不行了。好，那耀哥还好吗？可以可以，来吧，耀哥。有点缺氧啊。因为我在毕业歌会的时候跟大家已经留过言了，然后我看了第9期、第10期大家的告白日，我觉得我要做一个迟来的告白，然后也是告别。所以这封信是给奥利的。原来告别是这样的，他没有声嘶力竭，而是把一些话放在心里很久很久，久到它变凉了，都没来得及说出口。躺在床上休养的那些日子里，天花板上有一条很细很细的裂缝，我每天都盯着它看，从清晨到黄昏，又从夜晚到凌晨。有些画面总在我脑子里转，比如一起合唱的那首歌，比如一起躺在雪里，比如变坨变凉的那碗泡面，就像是在冬天里呼出的一口热气，明明很快就消散了，却暖了很久。隔着屏幕的日子，思念会被放大，脆弱也是。然后我就发现勇气从指缝里慢慢的流走，连同我们之间的那一点点火花也慢慢熄灭了。可能我们确实不是在对的时间遇见的。线上的我笨拙又木讷，不会找话题，更不会表达，让你看到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完整的我。好不容易等到线下快要见面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了朋友。可能有些雪落在冬天是风景，落在春天就成了遗憾吧。我看着大家的心愿一个个被完成，我真的很开心。然后至于我的心愿嘛，我现在觉得就是可能实现不了了。20岁可能就是这样吧，有快乐，有浪漫，有疯狂，也一定会有遗憾。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心动藏起来，写进歌里。所以其实我给你写了一首歌，是我问了你喜欢的歌手，我特意去找到他们的歌，一首一首的听。我想了解你的耳朵里住着怎样的一个世界，然后学着摸索着写下了这首。那些没能发出去的消息，没能说出口的话，准备了很多很多却再也无法送出的惊喜，都变成了这首歌的旋律。今天我把它带来，不是想打扰你，也不是为了要一个答案，只是想给那个怦然心动的冬天做一个安静的告别。
最后，其实我想感谢每一位工作人员，感谢有你们，我觉得我们真的被你们保护得很好。这个冬天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你们出现过，在我怦然心动的20岁里，我相信以后我会遇见一个满眼都是我的人。再见，奥利。再见，大家。再见，怦然心动20岁。这首歌叫《如果还有冬季》。我们躺在茫茫的白色里，剩下是去年枯黄的草茎。你伸手接住飘落的安静，说这样躺着好像能听见星星。我只想和你去远方，不管有多远，从这场大雪走到下个春天。我只想和你跳着舞，在这白色旷野转圈的时候，世界只剩下呼吸和你的脸。如果我们以后还会想起这场大雪和这一路痕迹，你会不会也和我一样，都能期待下一个冬季？等到雪化了，春暖花开的时候，能不能再见你？我只想和你去远方，不问西东，从这片雪原走到草木葱茏。我只想和你跳着舞，从黄昏到凌晨，停下来的时候雪落满身，像做了一场梦。我会把它带过来。其实，在雪地约会的那天，它在我包里，然后2个球碰到一起碎了一个，所以这个就是唯一的一个了。然后我想着这是你的心愿，所以我就想今天把它带过来，还给你。首先我想谢谢白瑶，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那在我的这段最后的时刻，我想从和怦然最早的缘分开始说起。在2022年的9月，戴老师找到我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和怦然的感情真的已经完全超出了嘉宾和节目组的关系。在接近这4年的时间里面，怦然见证了我最美的青春时代，见证了我个人的成长，也一起携手经历了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当然，同时也封锁了我的爱情。很多人都在为我惋惜，但我想说，我从来都不后悔加入这次的旅行，无论是出场顺序还是最后的结局，我都坚信老天爷自有他的安排，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对吗？对。可能有时候我也会想很多如果我早点来呢？如果我没有意外早退呢？如果真的有人和我双向奔赴呢？后来想想，如果这些如果都实现了，那也太完美了吧？那我得意忘形成啥样呀？我肯定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成长和感悟。如果说录制期间有氛围的催化和滤镜，那么在下节目后的这几个月里，我才更加感受到，只是认识那么几天的男孩女孩们，
即使根本不知道我的具体情况，也会非常频繁来关心我，说一定要早日见面。还有节目组的哥哥姐姐们，更是特地在每天都熬大夜的工作日里，抽空来看望我。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一直陪伴我和照顾我的家人朋友们，我真的超级爱你们。在这20几岁的年纪，正是我们人生的奥德赛时期。有人说，此刻不过是人生的4点半。所以无论遇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是正因为我有能力去跨越，这个考验才会降临。我很幸运能够和你们一起度过这个迷茫又勇敢的冬天，谢谢你们成为了我生命中的几分知己。下面这一段是要给耀哥说的，虽然其实我在之前的4件套里面有偷偷给你留过言，但我担心你不点开看，就在这里再正式讲一次，来弥补那天没能录给你的留言。Hello， 耀哥，这里是奥里。今天我们一起做了热气球，特别开心。在一片白茫茫的雪景里，我们是唯一的色彩。谢谢你和我一起做浪漫又疯狂的事情。虽然我们的故事在这里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我相信外面的世界很广阔，我们的幸福也一定在不远处静静等待着我们。如果你也期待的话，就请你大声说出“白耀，你是最棒的”。白耀，你是最棒的！白耀，你是最棒的！你是最棒的！你也是。我最后想要用这首《几分之几》送给大家，送给一直陪伴我们的你们。那天，太阳压着平原，风慢吹，没有人掉眼泪，一切好美，好到我可以不用说话。就算犯错，你拿岁月等我。就算停留，还有你和夜空，我算什么？让你无条件的为我。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生命，谢谢你成为了我的几分之几。如果我有更完整一点，也是因为你，某一天你离开了我的生命，谢谢你曾经是我的几分之几，看着你贴着我胸口呼吸，留下每天都在变老的我，请记得我曾经爱过。谢谢大家，谢谢你，谢谢奥利，谢谢奥利。大家好，我是张兆瑜。下面我想用留言的方式来进行。Hello， 胡杨，你好，我是张兆瑜，很熟悉吧这句话？你应该很好奇吧，为什么我会说你像洋葱？是因为在无数次情不自禁被你吸引，想要向你靠近时，总会想要掉下眼泪。更是因为对你的了解像剥洋葱一般，需要一层一层不断的剥开外壳，才能看到你其中最真实的模样。表白日结束后，大家在一起录了大课间。待在新疆的最后几天里，你开始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了。会告诉我你的心事和秘密，会在早晨发现我不在化妆间时跑来民宿门口给我送早饭，会在我的房间里和我闲聊，聊到深夜也不走，会开始问我的想法，会让我靠在你的肩膀上休息。
这种回应一时间让我有些害羞。从机场离开的时候，你说你在走的时候匆忙给我了一个拥抱，但是当时我都忘记了，后面才回过神来。不过我想真好，这颗洋葱终于被我剥开了一层。你的真诚总在很多时候打动我，真正的信守了承诺，率先来找我。以我们那时的暧昧关系，我不知道该怎么正常面对你，于是同样紧张的你选择了安抚我。我们见了很多面，我带你逛了厦大，已经在学校里面了。但是我们变成了落汤鸡，你也同样带我逛了深大，带我逛了深圳挤出你最得意的地方。我现在在深圳吃饭，将这段感情的节奏放缓，我们一点一点来。喜欢你的过程中，我仍然想坚持我自己的本心，所以在深圳湾吹完了晚风打道回府的时候，我和你说，我心中良好的爱情应该是像舒婷的志向树一样，以树的形式并肩站立在一起。你告诉我你也差不多，我知道，第二层洋葱皮也被我剥脱了。之后我们的相处更加的轻松，登顶梧桐山看了一场难忘的日落，太爽了吧！后面又见了很多面，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在北京的胡同里来回穿梭，中途还跳了一阵广场舞。我们之间的语音通话时间越来越长，见面次数越来越多，你真的变了，变得会直接向我表达好感和你的想念。最后一层洋葱皮也被我剥掉了。我看到了你的内心世界和你对我的全心全意，你就是我心中的满分男友。你对我的爱竟然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直接，还要浓烈，还要满。哇！谢谢你实现了我的神灯心愿，让我拥有了一段心动又健康双向的恋爱。那么，我的问题是，请和我进行一个小小的游戏。大部分你都已经做到了，还是想要在大家的见证下对彼此说出一些承诺，你愿意吗？我愿意。1个月再忙也要至少见到2面。我愿意。半年至少出去旅行1次。我愿意。出门必须要牵手。我愿意。保持分享欲，彼此间要分享心情。我愿意。有需求一定要及时向我表达。我愿意。如果发生矛盾，双方一定要说不开心的点在哪里。我愿意。倡导非暴力沟通，我们说过不说伤人的话。我愿意。要陪我看电影或者动画片。我愿意。不许有怨言。我愿意。不强迫彼此做不喜欢的事情。我愿意。请多多的赞美对方，不要忽视感受。我愿意。最后还有一点。对我们的未来有100分的信心。我愿意，我愿意。OK。你愿意吗？我愿意。还有啊，还有，哎，先抱抱你吧。嘿嘿。然后还给你画了一个画，每次都要给你送一幅画，这次也沿用至今吧。262是他对社交、恋人还有独处的一个打分，然后我是163。来，这最重要的表白信。哇！这封信其实很早就开始写了，我之前写了一封道歉信，一不小心就写出了很多对你的表白，现在让我继续来完成这封信。亲爱的张兆宇，我很喜欢你，但我一直欠你一个正式的表白。对于我们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我真的十分感谢，也十分庆幸，在下了节目之后能有更多的时间来了解你，跟你经历了更多的事情，能看到你更多美好之处，我深感荣幸，同时也让我坚定地为自己对你的喜欢打上了全肯定。而另一方面，我总是想回到过去，回到所有在节目里令你伤心的时候，弥补当时我所做不到的，所欠缺你的。跟你聊天的时候，你偶然讲到过我让你伤心了4次，所以说，今天我想向你表白，请收听我的表白4件套。第一件，缘分。说起来缘分，似乎有1万个巧合在我们身上发生。我的农历生日跟你心里的一样。第一次去厦门旅游，在南普陀寺对着铁塔拍了一张照片，恰好拍到了你最爱去的自习室，而那天你刚好在准备一个乐队演出。我的妈！
水晶球约会，我们不约而同的在倒数第2个以同样的理由选中了彼此。前往目的地的路上，用手机拍下了同样的风景，同一棵树。掉进湖里面，日记本里唯有对你的道歉信没有被水浸湿，很巧合。还有许多，所以说很感慨。这可能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命中注定，缘分深刻。即便我也时常为命运而惊讶，但我也当然明白，我真正应该感激的是谁，那个愿意在我身边停留，等到我发现其实早就已经离不开他的人。于是我不再那么崇拜命运，而我只想珍惜与你一起的每一秒。我猜我们之间有一种引力，让我毫无保留，也总是按耐不住地向你靠近。之前你说过，很害怕你的不主动会让我后退，也很害怕关于节目外的舆论会让我后退。但是我想说，亲爱的，请不要担心，你就是我要锁定的唯一。张兆宇，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张兆宇，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我愿意。第2章，做自己。在爱情里面，做自己是一个很深的课题。人们总是需要为对方迁就，试图把彼此融进同一个内核。但是很幸运，我们并不用为彼此改变什么。你只是打开了我的心，看看里面有些什么，然后对我说：“那很好，我们走吧。”不论是鼓楼旁边的广场，还是南湖公园的游船，还有许多我们以后会一起牵手到访的地方。任何跟你在一块的时候，我都可以用心的做我自己。我可以呆呆的，却不用担心苛责；丧丧的，却不用面对焦虑。看电影不怕坐不到中间，吃美食不怕吃到黑暗料理，爬山不怕太高太陡，下雨天不怕没带雨伞。伤心小胡也不必变成开心小胡，他可以继续维持他淡淡的忧郁，因为有你在，幸福总是占了大多数。其实从前我觉得有许多想象不切实际，但现在似乎有了可能。也有时候我总是觉得世界太嘈杂太混乱，我只想独处，我只想独处，我只想独处，和你，和你。张兆宇，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我愿意。我愿意。天哪！第3章，天下无双。以前说起天下无双，我把那当作完美的契合，但现在说起天下无双，我把它解释为我愿意，你也愿意。我很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不只是因为我喜欢你。我很愿意为你背包，我愿意帮你拍照，我很愿意经常去厦门，我很愿意和你说任何事情，从日常琐事到自由和梦想，是因为你也愿意跟我分享你的生命感想，让我每一天都对你有更深的了解。我愿意付出，是因为你也愿意。之前网友说我这种人以后当狗最狠了，不是因为其他，是因为你也跟我一样，追求独立与平等，人格上的平等，让我们都有能力为彼此优先于为自己。但是鉴于在节目里我真的欠你太多，回到线下我会努力还债的。现在回看依旧充满感激，弯弯绕绕之后，我居然真的找到了我想要的张兆宇版本的天下无双。从前没讲，今天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张兆宇，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我愿意。最后一张，对伤心小胡。其实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在遇见你和遇见怦然之前，我的大学度过了蛮长一段低谷期，我总是很犹豫，面对任何事情都想得太多，但是做得太少，连自己的日常生活也经营得一团糟。不夸张地说，你就像是一道光照进了我的生命，但这并不代表救赎和依赖，反而是一种成长。遇见你让我感觉我似乎也能开始早睡早起，好好吃饭，好好经营我的生活，活在当下，变得轻松且愉快。那个潮湿的阴雨季迎来了它的第一次天晴。面对爱情，从前我总是会顾虑太多，
我总是会设想永久，然后给它钉上条条框框。而你说你愿意谈一段注定分手的爱情，是因为你要更珍惜当下。于是我也开始明白，我必须珍惜你还喜欢我的每一天，并做好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真的是一个很会爱人的人，你有善良的心、高尚的三观、美好的品德。你不依附，而是独立；你不矫情，而是宽怀。我并不想把任何人评价得太高，但是无奈这些美好之事就是为你而命名。非常感谢这些你给我带来的新知识、新观念以及爱人的能力。不管你之前的感情是怎么样的，不管世界上又有多少个爱你的人，在当下，我只想努力成为最会爱你的那一个。我只想努力成为最会爱你的那一个。你的粉丝们总说他们比我更先爱上你，但我想说，他们对你的爱肯定没有我深刻。所以说，大家不要再来和我抢点点了。最后我没有什么要说的话了，也想不出什么浪漫的话了。但是即便如此，张兆宇，我喜欢你。今天过后，你愿意继续和我在一起吗？今天过后，你愿意继续和我在一起吗？我愿意。其实不是表白4件套吗？其实我准备了4件套。第一件套就是那封信，然后第二个是我跟你的无数张神图的拼图，第3个是因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缘分是水晶球，所以说我去水晶店里面跟我妈一起挑了一个水晶手串，是根据你的生日挑的。太喜欢了。然后最后这一个小盆栽，是之前你来深圳的时候送了我一盆铁树。铁树？你说铁树不会开花，我拿回去养了很久，它到现在还没死，但是我确实发现它确实不会开花。所以说，今天这个是一盆多肉，我感觉它更能代表我，就是可能外面有一些刺，但是它本身就是一朵花了。其实给你准备花，让我给忘了。现在我再送你一束花。谢谢。看那个玩，我现在能一直看无限。给我一个呗，我不想演，我牙齿在打颤。你先 P 上，你先 P 上。等一下，不好意思，我搞一下发型。OTD 全无。好，我现在给小新写了一封信，这个信我写的不是很长，但是呢用心了，用很大的心意。Hello， 小新，我是恩。其实关于这封信，我想了很久，我总是打开又关闭备忘录，循环了很久很久。因为我跟你想说的话，真的很多，多到我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说起。是从最开始的我可以邀请你跳一支舞开始说起呢，还是从另一个开始的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开始说起呢？从这句话到现在已经103天了。哇！也恭喜你打破了我这个恋爱只有1个月的魔咒。我俩很棒，我很棒，你也是。在首尔和波士顿13小时的时差中，我们到底是怎样度过的呢？我觉得是藏在收到消息不自觉上翘的嘴角中，也藏在无数个分钟小时里的电话中，也藏在一遍又一遍的我想你中，还藏在我悄悄搜寻有关你的视频中。但其实爱意早已在四处悄悄蔓延到我们身边的朋友都能感觉到我们的不对劲。然后呢，在节目下面，你的一个春假，你从波士顿飞到了上海，然后我们在上海见了面。
从波士顿飞往上海的那10几个小时的飞机上，你在想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我总是会反复查看时间，算着还有几个小时，几分钟落地，还有多久能见到你。我因为总是会错过闹钟，所以说我给你设置了一个小任务，就是会首尔之后让你叫我起床去上课。但我总是听不到电话的声音，所以说你总是打了很多个电话打给我，即使那个时候你在外面，即使那个时候你在和朋友们吃饭，即使那个时候我们俩的关系还不能告诉朋友们。我最开始其实并不觉得异国是什么大事，在节目里面的时候，我只能说这个还是不知者无畏了。就我觉得思念这个东西真的比我想象要难熬了10倍、100倍、1000倍吧。说实话呢，在我第一次说出我爱你这3个字的时候，你应该永远都不会想到我做了多少的心理准备，因为我是一个不太能够擅长表达我自己爱意的人，我也不太能够说出很肉麻的话，我总是想要说，用一些比如说很酷的外表也好，或者很面无表情的状态去接收到一些比如说温情的时刻，或者说一些让我觉得很心动的瞬间。所以说呢，即使不在你身边，我也总是很想要贪心的想要让你的日常生活都能想起我。于是我现在在慢慢替换你经常陪伴你日常的东西。这次是我们都知道刘志新经常在各种时候戴他的那副耳机，所以这次送你的是耳机。哇，谢谢。所以希望你在戴这个耳机的时候也要想到我。我会的。然后关于这一切，我也要对你说，刘志新，真的辛苦了。刘志新，我很爱你。刘志新，我很爱你。然后还没完。以上全部是恩恩想对你说的话，那么接下来恩恩的朋友们也有一些话想要对你说，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大屏幕。Hello， 大家好，我是恩恩的好朋友恩心 YYDS。小新，那我们恩恩其实是特别美好的一个女孩，特别希望你们俩能手牵着手一起好好的走下去。嗨，小新，日后的相处里，你也可以用实际行动，全力去对我们恩恩好。刘志新，你必须对我们恩恩好啊！祝恩心久久。真的找不到比他更好了。刘志新，你要对姚家园好一点，要不然我没有让这个姚家园赢的话，你知道我会把桌给掀了。怎么所有人都在警告我呀？恩心久久。恩心是真的。怎么进厕所了？恩心久久，让姚家园一直赢，然后祝你多交违约金。祝你以后带恩心态不需要协商。不多说了，恩夫你憨爆了，拜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所有人。这些你的朋友们都好眼熟啊，感觉也都是我的朋友们。当然能认识啊。那就轮到我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好 X， 今天是2025年12月23号，我正在从波士顿前往韩国转机的飞机上 ，Korean Air KE092 航班。等会儿一落地就要参加我的第2次面试了，虽然有点仓促，但是如果顺利，我应该会成为《怦然心动》第5季的嘉宾。我想记录一下现在的心情。我是一个很喜欢幻想的人，虽然现在都没有确定可以上这个节目，但是我会提前把自己带入到角色中。尤其是现在在飞机上没事儿干，这个环境非常适合我幻想。我会在这个节目上遇到喜欢的人吗？她会是什么类型的女生呢？如果遇到了，这个人又会喜欢上我吗？不管怎样，最让我感到神奇的还是，或许在未来1个月里，我会遇到一个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而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却身处在2个平行世界，彼此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互不相识。甚至如果面试我没过，
我们都永远无法认识。哎，现在一切都好未知，不幻想了，把自己都想累了，再睡会儿吧，说不定睡醒就到目的地了。砰！餐车撞到了我伸在过道的腿，睁开眼我又醒了。空姐叽里呱啦说了句韩语，我也没听懂，可能是表示抱歉吧。好无聊，我又要开始想了。和我喜欢的人参加了一趟浪漫的旅行，谈上了一场甜甜的恋爱，甚至想到入境了韩国，这个我转机了5、6次但从未进入的国家。去汉江吃了泡面，去汉南洞打卡拍照，还去到了首尔的一个大学——延世大学。哈哈，命运就是如此的有意思。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我正在从波士顿前往首尔转机的飞机上 ，Korean Air KE092。这一次不再是幻想，而是回忆。我的人生真的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也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姚家园，那个我一遍一遍幻想的人，原来一直都在这趟航班的终点。我爱你。哎呀，哎呀，我爱你。哎呀。有心了。然后，其实很遗憾，就是你过生日的时候，我并没有陪在你身边。然后这个礼物也是因为有一次在节目转场的时候，你有个项链不是解不开了吗？然后我当时就说大话，我说我要是给你解不开，我就送你一个更好的。然后现在这个就是那个更好的，来，我给你戴上吧。哇，甜蜜啊！啊！恩心99，恩心99。哎，一下就戴上了。哎呦，怎么样？我看看，我看看。亲啊！不是，没错，我们最后真的在一起了。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陪伴和喜爱，我们怦然杀青了，我们现实里见。OK。我的那个耳机也是光荣退休了。我先。写的是不是也没有那么拉？你写的很好。你好，我的男朋友潘伟轩。你好，我的男朋友潘伟轩。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103天。哇！前天你才交了毕业论文，恭喜你要毕业了。今天呢，站在这里，其实我也准备了一份小论文给你。这个论文就是关于契约与潘伟轩早就相遇100次的不完全记录。哦。那你上来一下。你拿这个。哇。妹妹你先别看。现在你来说这里是哪里？我来给你讲里面的故事。流鼻涕了，等一下。这是那个正玉铜楼外面对吧？啊，这个是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个酒店，是你大一常常住的地方，也是我在开学前后那段过渡的时期经常落脚的地方。我们一定会在工作人员的眼睛里相遇过。哦。这就是大学站。对，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地方，这是我们走过上百次的地方，也肯定也遇到过上百次吧。那就是旁边的71。对，这是离学校最近的71。我喜欢在里面买柠檬茶，然后你喜欢在里面买水。也许我们某天下课的时候，就有可能站在货架的两边。这是学校里面的篮球场。你经常跟我说，你可能大学的期间很喜欢去学校的体育场。我有没有告诉你，就是我经过这个体育场的时候，经常往里面张望，经常感叹里面的人好青春。你当时有没有被我看到呢？应该没有，估计。
怎么这么诚实啊？大三之后没去过。懒惰的学弟，大三以后懒惰的学弟，懒惰的学弟。这是那个餐厅是吧？书店的餐厅。对对，就是在准备演讲的时候，或者然后还是披个毯子吧。然后这是我上过课的教室，对吧？这是我上过课的教室。好。这个下面那张是你上过课的教室。我们上课的教室就在同一楼的同一层，隔着一间教室中间。然后这是阳台。我跟你说过，我喜欢上课上到一半偷偷跑出来透气的阳台。你说你没有注意过这里，但是可能会经过。那你有可能就看到过我，只是那时候你不知道。时间会向前推进，会把我推到你面前的，会把我推到你面前的。好伟大的正缘，缘分啊！红线比钢筋都硬。我觉得我们的缘分就不是轰轰烈烈的命中注定，而是早就向彼此走了几千几万步，直到最后走到我们最适合相遇的那个时刻。节目播出以后，我们开始被很多人看到，面对各种各样的评价，但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你对我所有的好就不是特意让别人看到的，你不会因为我爱喝奶茶就每天给我喝奶茶，而是一遍一遍的对我说那些不能再喝奶茶的原因。生活里，你就变成了那个捂住我耳朵的人，固执的守护着我们作为普通情侣的普通日常，让我相信看到的你就是全部的你，最真实的你。同样回到现实生活里，你也是知道的，我是一个很坚强、很有决心的人。如果你这次惹了我，我就不会给你任何后悔的机会，因为和我谈恋爱就是会很开心。如果你遇到开心的事，无论什么事情，我也会为你开心。但是如果你有生气的事，我就会陪你一起生气。我们胃口都很好，吃什么都很香。我们也可以每天晚上去散步，我也会无所事事的窝在家里。我们肯定会吵架，但我们也很擅长于重归于好。但是如果你敢再惹哭我，你也必须得花更多的心思来哄我。总而言之，就是你完蛋了，因为我永远会让你觉得遇见我很好，和我在一起就很幸福。当然，你也是，和你也是，你也是，和你也是。这个就是我给他挑的领带，但其实他跟我说他其实不是很爱戴领带，因为他觉得戴着显脖子短，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份礼物的意义在于，我们在11月份也是我们的毕业典礼的时间，肯定是要戴领带的，所以想把这份礼物送给你。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学会系领带，但是我一定会在11月份为你亲自系领带的，亲自系领带的。学姐好会啊！学弟应该也不赖的感觉，学弟应该也不赖的感觉。哦，我你帮我戴耳机。然后现在要上战场吗？这趟旅行我重复了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值得，因为抛开一切的一切，这趟旅程真的很幸福，遇到所有人。但接下来的这段话，我想献给这个值得一词最大的贡献者7月，是你让这个值得到今天还一直在延续。我的信也不太长，因为你总说我线下话很多，所以呢，我就保持我的人设，话少一点吧。过去的几个月，我们一起去了2月的香港、哈尔滨，3月的北京和首尔，4月的长春，还有5月的南京。当时我的约定已经实现了大半，当然我觉得还是不够。这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一直黏在一起，彻底的进入了对方的生活。
但我总觉得只要你愿意，我就会想一直黏着你，更加了解你。但我最想的就是可以好好的一直陪着对方，不需要太多的纷纷扰扰，简单幸福就好。我也很享受每个在一起的瞬间，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就比如说你对我撒娇，或者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我帮你吹头发的时候，又或者是各种各样我们走在路上简单的聊天唱歌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探索更多的事情，同时也能重温一起的各种记忆，感觉这就是幸福吧。你懂我，我也懂你的默契。节目结束的时候我说过，不去担忧未来，也不会为过去遗憾。但现在我觉得我会向往未来，感谢过去，坚定的希望能让你在我身边，一直开开心心的走下去。七月，谢谢你，我爱你。七月，谢谢你，我爱你。怦然心动20岁冬季篇就到这里了，大家一起看烟花吧。还好吗？我还好。感觉真的要结束了。过来啊，过来。拍照了。还有最后一段，还记得第2期的时候，当时我不知道以什么身份才可以把大家的礼物买给你，只记得那天晚上看着你戴着蝴蝶耳环，表达各种情绪的样子，我就想，如果我能买给你就好了，因为没有人会不想送心爱的女生好看的东西，